著名心理学家卡尔杨曾经说过，在我们能够使潜意识意识到之前，它将会指导我们的生活，我们会称之为命运。这就是自我意识的价值所在。我们对自己的短处、纠结和缺点了解的越多，我们就越能适应、发展并茁壮成长。但内省可能会很可怕，因为它迫使我们面对关于自己的事情。过去的我们可能不知道如何处理，但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，克服任何问题的第一步都是承认它。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我们今天仍然背负的很多情感包袱。如果想迈出第一步，就看下去吧。这支影片就来说说几个最常见的应对机制，以及它们与某些创伤经历的关系。全球的心理健康状况都在大幅下降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致力于创造出比以往更多内容的原因。感谢大家加入我们的旅程。一、虐待和利用。曾经被自己信任的人故意伤害、虐待或利用过吗？曾经被自己曾经认为是朋友或爱人的人羞辱、欺骗、谎言以对或操纵过吗？对于大多数有过且仍有未愈合创伤的人来说，他们的应对机制可能会不信任，或总是怀疑其他人及其意图。这听起来像你吗？二、被抛弃。无论是被父母抛弃，还是恋情中的伴侣突然离开，亦或是在寄养系统中长大，从一个家庭换到另一个家庭，被抛弃的经历，尤其是在年幼的时候，很容易给我们留下持久的情感伤害。这会经常影响我们的自我价值感，也会使我们对他人的看法产生负面影响。所以，如果对被抛弃有很深的恐惧，那么应对机制可能是与别人保持情感上的距离，并在别人离开之前先行离开。三、情感剥夺。和上一点类似，即使生命中重要的人在自己身边，他们情感上的忽视和剥夺也会造成创伤。从来没有被他们关心过，或对自己充满深情吗？是否被他们剥夺了同理心、理解和情感联系？是否经常感到孤独和无助？情感剥夺的经历往往会导致过度依赖自己，无法向他人寻求帮助或示弱。四、羞耻或无价值感。任何在生活中不得不与难相处的人打交道的人都知道，每天听他们的批评会让我们付出心理和情感上的代价。我们经常会觉得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够好，这很难不让他们拒绝内化并诉诸于自责。有过这种特殊创伤的人往往胆小，会过度道歉，并会过度敏感。他们往往倾向于完美主义和过度追求，也有可能过度自我批评。五、依赖或不胜任。被溺爱和过度保护也会摧毁自尊。当你生活中的每个人都表现得好像你自己做不了任何事，并夸大你有多需要他们的时候，这会导致纠结感和自我意识发育不全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被宠坏了的人也有非常脆弱的自尊心。经历过这种情况的人最有可能与严重的自我怀疑做斗争。隐藏的不安全感很容易成为情感上相互依赖关系的受害者。六、寻求认可或赞同。乍一看，这似乎没有那么痛苦，但过分强调一种状态或成就，会让我们过度寻求认可和赞同，让我们的自我价值感完全依赖于外部，而不是内部的认可。因此，那些有这种情感创伤的人，往往会成为讨好者和弱者，并倾向于在自我意识的缺乏和不满意的关系中挣扎。七、情绪抑制。最后，但肯定不是最不重要的，那些因为他们的情绪而受到惩罚或无助的人被告知，这没什么可烦恼的，克服它就好。或者，你为什么还哭了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你就是个爱哭鬼。经常以情感发育被抑制为结束，并诉诸压制、回避和否认来处理自己的问题，因为他们很早就被教导说，表达自己的情绪本质上是消极的，所以他们经常会压制自己的情绪，忽视它，直到他们不能再这样做了。这样的人容易情绪爆发，愤怒管理出现问题，难以表达或沟通自己的感受。你和我们上面提到的哪一点相关吗？有没有因为看了这支影片，让你意识到自己的创伤经历是如何影响了你的应对方式？如果当下感到不知所措，想要开始从创伤中恢复，那么学习更好、更健康的应对方式吧。
你能为自己做的最好的事情，就是伸出球员的手去和别人谈谈，寻求心理健康护理专业人士的帮助，可以为你提供需要的支持和咨询，以提高你的整体生活质量。如果你在影片中洞察到了一些新的想法，一定要点赞并分享给朋友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，您都能收到通知。参考文献在资讯栏。一如既往，感谢收看，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